这个女孩运气好到让人羡慕，居然因为一场误会跟韩国最火的男团住一起了，还一下子就把2个男偶像迷住了。她的人生因此翻天覆地。讲的是韩国顶尖男团队长泰仁因梦游症苦恼万分，公司给他请了个女治疗师。就这样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开始了。故事开头，奥林匹克体育场外好多粉丝像过节一样开心，记者们也纷纷赶来。半个韩国都在关注的 LOONA 顶流男团演唱会，现场热闹非凡，还传来了个超级好消息。演唱会前 LOONA 成员直播预热拉票，花衬衣花花正激情与团友互动。首登场是热情的贝斯手即兴，然后是羞涩小键盘手炸炸，接着是稳健温柔吉他副唱阿正，紧随其后的队长泰仁冷酷不合作。没办法，花花只好拿出鼓手身份闪亮登场。一眨眼，舞台酷炫开始，灯光迷离，台上爱豆激情表演，台下粉丝疯狂打 call。 这时队长泰仁突然晕厥到地，现场欢声骤停，省略了晕倒原因。镜头切回，泰仁在录音室和小伙伴录制专辑，这是他们组合的大作。泰仁要求严格，团员们苦不堪言。这时公司老板肥猫悄悄来了，他之前决定让泰仁主导专辑，一是因为泰仁确实厉害，二是一时冲动。现在看泰仁这般投入，肥猫担心自己专辑里的前卫尝试会被粉丝拒绝。男团新专辑的宣传现在已经全力开展，无论是传统还是新媒体，到处都是他们专辑的热议。简单说，只要你在韩国有电有网，肯定能看到这专辑的各种宣传。在这种满天飞的宣传中，女主猪猪毫不在意，她心里只想着攒钱买房这个目标。猪猪是导游，工资只占小部分，她的另一份收入是给老人卖保健品。凭她的能说会道，销售业绩一直很棒。这天，常组队的3个老人因为三角恋争吵起来，真是情感的问题一辈子都绕不开。争吵中输了的龙气得要命，猪猪急忙问龙想找什么类型的老派明星风格的伴侣，他会帮忙留意。龙平静地提了朴宝剑。猪猪天天遇新麻烦也依然乐观。南叔跟他说找到房子了。得提一下猪猪那悲催的背景，他本来家庭美满，后来父母遭遇不幸，他和双胞胎猪姐只剩下他俩了。猪猪的姐国外领养，断了联系。猪猪梦想着攒够钱买回老家，意外的南叔通过中介得知房主要卖房了。猪猪兴冲冲和闺蜜杨子分享这喜讯。她天生乐观，虽然还得解决贷款问题，但只要一想能够重拾童年记忆，猪猪就能立即重振旗鼓，精神百倍。现在最让她遗憾的是失联的猪姐。实际上猪猪设法找到了姐姐的联系方式，发出的信息像石沉大海，对方杳无音信。她忍不住又给猪姐发了条消息，提到自己终于回到儿时的家。第二天，猪猪多年后再次踏进了那熟悉的老房子，她一下子仿佛回到了有爸妈、姐妹们还小的童年。走进屋里，她忍不住要哭了。南叔一直陪着，有点太积极了。猪猪正高兴呢，完全没注意到，乖乖地把贷款需要的资料和印章交了出去。男团 LOONA 新碟即将面世，倒计时开启。泰仁紧张地戴上头盔，悄悄蹲守观察粉丝反应，却不料被几个粉丝识破了。逃跑时，他不慎撞倒了正在送外卖的兼职生猪猪。猪猪一见醉头想逃，立马来了个跳远秀，连奥运健儿都得叹服，一跃跳上泰仁背，把头盔摘了。随着粉丝倒计时，新专终于上线，泰仁的头盔也被拿下。几秒钟，泰仁从乐听新歌到听粉丝评价变脸，他耳边满是对新歌的差评，大家也看见泰仁紧随其后，就像亡命之徒追逐的壮观一幕。粉丝对人是爱的，对歌却差评，形成鲜明对比。媒体上对这个男团新作的质疑铺天盖地。专辑曲风由泰仁打造，压力山大。哪知不对盘的后辈正好来说他创不出好歌了。泰仁马上反击说，你连歌词都记不住，你凭什么跟我谈音乐？从小辈那里来的挑剔，泰仁大可不必放在心上，但他偷听到的谈话让他坐不住了。肥猫打算下周演唱会上取消所有新专辑的歌曲。最开始有队友不同意，但肥猫的解释让他们说不出话来。新专辑反响太差，他们在美国的巡演全被叫停。原本就失眠的泰仁受了重创，之后要么彻夜难眠，要么做噩梦。他老想着那次演唱会上晕倒的事，又一次晕倒了。直到此刻，肥猫才知道医生说泰仁一直严重失眠，有时3天才睡一觉。这事儿不知怎么被媒体知道了，各种堵门求爆料。住院的泰仁嘴上不说，
但心里真的很愧疚。还有媒体不良言论说泰人晕倒是作秀，这让泰人因牵连队友感到更加自责。泰人勉强装作没事，让大家走了。紧接着，老爸的电话打过来了。奇怪的是，泰人一直神情紧张，但就是不接电话，好像和爸爸有些过节。第二天，猪猪去探望了孤独的龙。猪猪这个女孩特别能让人快乐，跟她相处下，龙终于笑了。就在这时，猪猪收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就要回国的朱姐发信息约她了。猪猪乐坏了，赶紧找杨子商量。她想打扮得美美的见姐姐。朱姐是研究治疗失眠的博士，这趟回国主要是去演讲。猪猪一边为姐姐开心，一边幻想姐姐也像她一样期待相见。但两姐妹见面时，幻想就破灭了。朱姐一见面就冷冷警告猪猪别再联系她，更别到处说是领养的。朱姐很排斥过去和猪猪的事，可能觉得这些话太伤人。朱姐给猪猪自己住的酒店名片，她3天后要出国，承诺这3天内，如果猪猪需要帮助，她愿意帮这一次。猪猪气地说：“你才是需要帮助的人吧？明天那个家就归我了。”猪猪气冲冲地回到老宅搞卫生分心，她对姐姐的失望让她哭得很伤心。猪猪没意识到噩梦明天才真开始。南叔携款潜逃，猪猪的钱没用来买房。警察的结论是猪猪遇上了诈骗高手，抓这种人很难，钱更难追回。那晚，2名郁郁寡欢的人在公园相遇，一个是借酒浇愁、人生低谷中的猪猪，梦游的泰人逃医院到公园边弹吉他。猪猪看到他哭得更厉害，心里想：我够惨的，连心碎都配远。第二天酒醒，猪猪头还昏沉，他去找泰人，结果被误认为是狂热粉。对星战一窍不通的猪猪完全懵了。泰人担心被偷拍，抢猪猪手机看。抢手机时，2人乱跳，猪猪醉意翻涌想吐，不小心使出杰尼龟水炮。这时被粉丝发现的泰人没法追究，猪猪赶紧逃跑。事后，猪猪翻了翻粉丝喊的名字，查了才知道是男团的泰人。看到他脸，猪猪想起之前弄翻外卖，就是他，顿时气上心头。更烦的是，南叔用他的身份证借了一块高利贷，债主直接找上洋子店。猪猪无奈只好求助朱姐，谁知一出戏剧场面上演，酒店前台把猪猪误当朱姐引路。他走进了 VIP 室，没想到肥猫今儿特来找朱姐求助，打算请他亲自来治泰人的梦游。谁知肥猫也把猪猪误当朱姐。这时泰人接信息冲过来，见医生是弄脏自己的杰尼龟，一肚子火拒了治疗。前面提过猪猪因被骗欠一屁股债，找朱姐借钱时被肥猫误认，肥猫还开天价要请他帮忙。泰人接到消息马上跑来搅局。以前他跟猪猪偷偷见过几回，每回都特别噩梦，显然他不想跟这个对手共处一室治病。尴尬的猪猪逃出时跑前台一问，才知道姐姐飞国外了。他心神不宁，外头又正下着大雨，他没带伞。躲雨去书店时碰上了改头换面，在那儿看书消磨的男团成员阿震。阿震戴的帽子遮住了脸，所以没被认出来。阿震偶瞄到猪猪那美到不行的侧脸，立马对他着迷到不行。遗憾的是，他刚看了个信息，猪猪就消失了。晚上，男团的伙伴们聚在一起，肥猫还念叨着建议让朱姐来照顾泰人，结果大家异口同声的反对。他们对私生饭的骚扰已经胆战心惊，已经把私生活和外界严丝合缝的切割了。没多久，形势突然大逆转，泰人梦游越来越厉害了。他轻声在阿震耳边说喜欢你，说完还偷吻了一下。泰人边洗澡边叫嚷着炸炸，我要进来了。他硬是给炸炸擦背，痛得炸炸喊叫哥别，好痛。泰人也没逃过其他人的捉弄，他们在晚归的李信面前秀了个瞬移，趁花花睡觉还当他是架子鼓玩。这番恶作剧把大家都吓坏了，大家害怕泰人下次搞个梦中杀人。肥猫宽慰众人别害怕，古今多这样的，就像那曹丞相喜好广泛一样。泰人既迷恋人妻又好梦中杀人，但他的毛病还不算太顽固。肥猫准备花大价钱请朱姐帮泰人治病。猪猪偷偷溜去他南叔的办公室，想找点线索看南叔到底去哪了，结果被放高利贷的抓个正着。南叔假帮猪猪搞房子，结果把他钱骗光，还用他资料去借高利贷了。债主不管3721，说了3个月内必须还2亿韩币，不然就把猪猪扔海里喂鱼。没辙了，猪猪只好想起之前出高价请他的肥猫，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给肥猫打电话。他打算假扮成姐姐去挣治疗泰人的钱。他开始看朱姐的网络访谈，看了10分钟觉得白看了，死记硬背没用。
他只好指望自己临场发挥。第二天，男团年纪最小的炸炸把房间让给了猪猪，炸炸搬去和谁住变成了问题。阿正知道花花很想要更多粉丝，就忽悠他说和炸炸一起住直播会很火。两个男偶像同框真吸睛。花花看傻，立马带着炸炸往房间走。猪猪来敲门，阿正傻眼了，心想我那侧颜女神来了。肥猫介绍的时候，不在的泰人除外，其他人都挺热络。阿正的小表情满是幸福感。猪猪还没意识到婚后生活和普通新婚没啥两样，不管恋爱时多甜蜜，婚后都是没完没了的烦心事。泰人偷偷找他的麻烦，他根本不想治疗，只是假装合作，为的是心疼肥猫。所以泰人让猪猪干够了就能拿钱走。猪猪差点给泰人来个大拥抱，激动地说了声谢谢老铁。之后猪猪下楼碰上了李信，为了快点过去，李信一不小心壁咚了猪猪。男团成员的另一面开始让猪猪看到了。努力学英语的炸炸找猪猪问口语，猪猪为了保持海龟形象，就开始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试图靠这些单词混过去。炸炸越听越觉得猪猪口音比自己还浓，决定还是自己努力吧。但真让人头疼的是下一个，花花就是那种八卦精，能扯从天辟地说到他表弟，然后扯他表弟说到猪猪独一的大义。此时的猪猪就跟《大话西游》里唐僧气的牛魔王自尽似的，他好想冲花花喊，你这是在比赛说唱啊。还好阿正这时出现救场，他大概算是这群人里最正常的，亲自做饭给猪猪，全程不谈尴尬话题，就是偶尔眼神忍不住在猪猪身上多停留。夜深时，猪猪看着肥猫送的合同，对方已交了半个疗程的钱，为的是让泰人安全，自己也能顺利收款。猪猪直冲泰人房门前扎帐篷守着，免得他乱跑，但这毕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猪猪头一回感受没睡会多难受，一天到晚迷迷糊糊，连洗完澡的炸炸身材也提不起兴趣。花花猪猪没化妆，直接变成谁我都不认识。猪猪的坏心情很快爆发，除了泰人，别人小破事也能引发争吵。猪猪实在太困，一声狮吼，警告大家以后得好好相处，别忽视他。男团们吓一跳，哪见过这阵势，连平时爱吵的泰人这次都没吵。猪猪假装睡眠不好去看医生，实际想治泰人，他想把医生的方案用在泰人身上。医生觉得可能是心理创伤，猪猪说回去问问。医生震惊了，你失眠还问问，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夜里，猪猪打车回家，看见泰人开车出去，突然想起医生说梦游可能梦里开车，所以他急忙叫司机追上。终于找到泰人，他在天台听歌找灵感。猪猪没看见耳机，误以为泰人想不开，于是立马上前把人拉回来。泰人找灵感被打断，立刻爆了气，警告猪猪别多事。猪猪长期压力大，这次也爆发了。猪猪觉得泰人首要解决的不是睡眠，而是他的自大和不把人放眼里，结果俩人分道扬镳。那晚一场更意外的事发生了，猪猪先是看到一闪黑影，然后遇到梦游的泰人。猪猪想阻止时不小心摔了，泰人跟着也栽了，两人嘴巴一碰就粘住了。假装睡眠专家给男团泰人治睡眠病，想赚钱，却被梦游的泰人吻了，珍藏的初吻没了。这幕被喜欢猪猪的阿正全看到，伤心的他装作啥都没看到，泰人和猪猪也在装。泰人紧张死了，假装睡觉，猪猪也装镇定，不敢给阿正看出来。结果那晚他们三个都没睡好，头脑里都是那意外的吻。第二天早饭，三个人还装没事，泰人忍不住老瞄猪猪的嘴唇。很快，另两个团员花花和炸炸聊起了接吻事件。泰人紧张的以为露馅了，一半的水直接喷到阿正脸上。后来才听出来花花和炸炸在聊追的剧，泰人超级尴尬，阿正倒没介意。吃完早餐，他带猪猪进房，说有礼物给他。原来阿正发现猪猪不睡自己的房，只为了在门口守着梦游的泰人才搭的帐篷，于是给了他助眠小东西。没想到猪猪发现箱子里意外混了条内裤，笑着拿阿正开了一顿玩笑。阿正在心上人面前出丑，立马羞得想找个洞钻。同时，公司的肥猫代表正头疼泰人钢琴家爸爸接受了采访的事。他们父子俩感情一向不佳，平时泰爸常在国外，这倒还算好。这回回国，万一父子俩见面，泰人因失眠更加易怒。肥猫真怕他们再出事，加上近期还得忙一个活动和一张专辑的准备，犹豫了好久，还是给猪猪打了电话。他想看看猪猪怎么治疗泰人的，想知道这个男团队长恢复的怎么样了。猪猪正指望着肥猫紧急转账给他，没办法，只能赶紧找泰人一起制定治疗计划了。泰人也不想让肥猫担心，
只能听话配合。午后的阳光温暖，男女俩看着都很赏心悦目。一开始就是随便弄弄治肥猫的睡觉问题，没想到这搭配慢慢搞出了点暧昧氛围。肥猫一走，猪猪不小心睡着了，泰人傻傻地看着他，心情特别放松。男团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花花妈妈是个购物狂，天天催他要钱。李信偷偷和李姐搞起了地下恋情，想要大大方方公开，不管偶像身份。泰人的梦游症还没好，又出新毛病了。写新歌的时候，总会不自觉地想起猪猪沐浴在阳光和微风中。此时，泰人想起了在院子喝酒的猪猪和阿正。阿正发现猪猪闷闷不乐，就开始倾听他倒苦水，两人谈得挺投机。阿正正去拿啤酒助兴时，猪猪瞥见李信刚约会回来。李信撒谎说他刚去散步，猪猪坏笑，脸上那么明显的口红痕，脸去散步了。李信急忙抹掉口红，他并不担心猪猪告密，因为自己曾偶然目睹猪猪和泰人接吻。就这样，双方心知肚明，彼此间的秘密便抵消了。胆大包天的李信还和阿正、猪猪留下喝了一轮。酒散后，李信从阿正的眼神里看出他对猪猪有意思。李信偷了说，泰人哥天生赢家，关键时刻总能得手，但我还是挺你的。阿正明白李信发现了他对猪猪的喜欢，笑了笑，心里有数。李信回房途中经过猪猪帐篷，俏皮送了个飞吻，猪猪差点没把那点酒全吐了。第二天，猪猪继续演戏给肥猫看，他让泰人扮成中年人去智异山，这么一来就不怕被别人认出来了。再者，肥猫爬不动山，随便拍点照片就能应付过去。一路上碰到不少人，但真没人认出泰人。爬山虽然特别，但也挺痛苦的。到了山顶看风景，那成就感真的很强。俗话说，了解对方能百战不殆。猪猪见泰人状态不错，赶紧问他最初为啥这么热衷于音乐。泰人没细说，只说是因为一个女人。好奇的猪猪马上猜是不是初恋。泰人笑骂，这又不拍韩剧，发挥点想象好吗？原本美好的一天被意外搅乱了。两个不同偶像粉丝开始贬低泰人，夸他们的爱豆。猪不乐意了，假装打电话大声说那俩粉丝的偶像在街上跳舞还大姐，把那俩粉丝吓傻了。猪猪乐得太早，不小心露馅了。对方想找麻烦，猪猪还是淡定，直接展示他导游时练的超快腿法。泰人想象三人街头打架，吓得急忙拉走猪猪。回家路上，俩人累得靠一起睡着了，看着还挺般配的，像一对夫妻。这对吵架王几分钟不到又开战了，因为猪猪吐槽泰人的鼾声跟打雷似的。泰人生气反驳说，正经人谁打鼾啊，说自己连打个屁都是香的。猪猪听泰人这么说笑出了声，但进门后笑不出来了。泰人讨厌的泰爸来了，他们父子俩单独聊天很不开心。泰爸是个严格的钢琴师，从小对泰人要求严格，追求完美。泰爸认为音乐间有高低，泰人做的流行乐就是烂音乐，特别是泰人最近的负面新闻，更是让泰爸看不起他。猪猪正给送水，就见到父子俩吵架闹翻了。接下来泰人展现了他的暴力，他跟爸爸吵完，训练就特别狠，这次也是直练到手都伤了。猪猪想帮忙，结果被他骂了一顿。晚上，猪猪又听到泰人房门外怪声，担心进去看看，结果被梦游的泰人给推倒了。上回说到，猪猪因卷入诈骗欠了一屁股债，没办法，只好冒充姐姐给偶像团体治失眠，希望赚钱还债。结果碰上泰人这号人，做梦都能杀人的主。猪猪看病差点没命，关头他怎么想的？轻抚泰人脸，他马上冷静，没了暴怒。泰人倒在猪猪肩头。次日早晨，泰人醒来见猪猪相伴，迷糊中以为还梦里遇到仙女。猪猪醒后，清醒的泰人懂得这非梦，见脖子掐痕，泰人心怀内疚，他内疚却装问猪猪动机，他何须为他牺牲这般？猪猪又被臭骂一顿，泰人连个道歉都没有，被害妄想症还越演越烈。猪猪出了泰人房间，正好撞见团里的阿正。阿正对猪猪有点意思，看到他脖子上的痕迹，马上担心是不是被人掐的。猪猪匆忙撒谎说是自己按摩太猛留下的。阿正听了直呼太夸张，这手劲像是按摩还是想自杀啊？不过猪猪真挺能抗揍的，经历了昨晚的翻天覆地，今天还有劲收拾泰人。猪猪得知炸炸特喜欢跆拳道，就拉着泰人一起去练了几招，想着累趴下的泰人能省掉杂念睡觉，这才有了这幕。小崽崽炸炸修理难缠的泰人，猪猪一时兴起想试试，不小心又贴近了泰人。泰人看到猪猪脖子伤感到内疚，便特地买丝巾给猪猪遮掩。
回想哪款丝巾更配猪猪时，想到对方闹腾模样，泰人禁不住笑了。遗憾的是，泰人慢了一步，体贴的阿正已先一步送丝巾。泰人看着有点小郁闷。深夜，男团的李信亮相，他和前辈李姐的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。身为偶像，不得不对外界否认这段关系，可他心里仍希望偷偷和李姐约会。那晚，他在秘密地点等了好久，但遗憾的是，李姐并没有出现。猪猪和泰人之间又擦出了火花。猪猪遇到骗局，去公园喝酒解忧，偶然听到泰人梦游时弹的曲子，心情很快就好转了。泰人听到猪猪哼唱几句，便说那晚的曲子是他创的第一首歌，成为你的夜晚。猪猪上网一查，发现音乐风格跟那晚听的不太一样。听猪猪一说，泰人灵感全涌，他坐到钢琴旁，努力找回猪猪描述的旋律。阿正找猪猪时，看到这一幕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日子一天天过，猪猪出手后，泰人状态明显好多了，每天都催促成员们备战即将到来的演出。眨眼到演出那天，猪猪真是意外连连，差点被曾经当导游时遇到的老人揭穿身份。好不容易先躲开一劫，又得小心不让泰人熬夜的事曝光。猪猪得做经纪人，紧跟男团，稍不留神就会露馅。这期间暗流涌动，处处是危机，比如李信碰上了绯闻女友李姐，场面顿时挺尴尬。再有就是彩排时，炸炸看到来打招呼的后辈阿勋，不知怎地脸色超难看。更惨的还在后面，泰人去车上休息，猪猪急着上厕所就离开了一会，还在厕所碰上李姐，帮忙拉了下拉链，耽搁了一下。猪猪回来，泰人已经消失了。今天大雨，表演取消了，至少不用担心泰人漏掉演出，但大家都担心泰人梦游出事。于是内疚的猪猪不顾于找人，他在树林里找蛙叫，真的找到了刚醒的泰人。泰人知道演出取消，稍微松口气，但更大麻烦来了。现在天黑了，视线差，对这儿不熟，很快迷路了。雨不停，他俩怕冻死。幸好在最无助时找到一间空房，编剧让他们为了取暖进屋，门窗都开着。猪猪靠自己能力快生火了，这下他们终于不怕冻死了。猪猪的脸在火光闪烁中时隐时现，更添了几分魅惑。情感白痴泰人不知怎的觉得口干舌燥，一把夺走阿正给猪猪的围巾，浑然不觉自己其实是嫉妒了。漫长的夜里，俩人话匣子终于打开，泰人对猪猪说了一番感激的话，猪猪向他道了歉。其实泰人感激的是猪猪那么卖力的来找他，猪猪内疚自己没照顾好泰人，让他落入困境。猪猪把泰人在森林丢的手机还给了他，可手机坏了，打不开。对泰人来说，连不上人是小事，但丢失心爱的音乐曲目才是大问题。猪猪为明天修手机的事比泰人还急，毕竟他曾经受骗，知道辛苦成果付诸东流得滋味。猪猪亲眼看过泰人通宵达旦为音乐忙碌，明白这些作品对他有多重要。他那份同理心让泰人觉得找到了心灵伴侣，两人之间的关系慢慢变得微妙。猪猪归还了丝巾，象征性的把他和泰人连为一体。他怕对方梦游时又溜了。此时猪猪的暖心胜过壁炉，泰人一醒来就没看到猪猪，对方沉睡的模样深印在泰人心里。莫文蔚的歌词此刻贴切极了。幸运的是，这世界上还有个我们。后来猪猪醒了，他在院子里找到了泰人，泰人竟然直接叫出了猪猪的真名，而不是猪猪假扮的姐姐的名字。这一刻，猪猪的心差点跳出来。回到前面，猪猪和泰人在森林的小屋里过夜。第二天，泰人先醒来，拿着猪猪的手机出去找信号，想求救，结果接到了债主打来的大喊猪猪名字的讨债电话，还有一大堆催债短信。泰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猪猪就找来了。猪猪急忙说，那些催债电话是找这个号码以前的主人的。这时的泰人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已经开始心动了，盯着他脸，不由自主想起他昨夜的静谧侧脸，根本没揭穿猪猪那明显漏洞的谎言。猪猪见泰人越靠越近，误以为他开始怀疑他。就在这时，阿正打来的电话刚好救了他一命。猪猪急忙拉着泰人去找男团。回来路上，炸炸接到阿勋发的短信，短信里虽说这段时间相处有磕碰，但还想和好如初。炸炸一听这话，立马火冒三丈，看来他跟阿勋的过节不一般。回到家，泰人接着写音乐，脑子里却老想着猪猪，这感觉让泰人想，可能猪猪能激发他的创意。泰人为了靠近猪猪，一见面就问了一堆专业心理问题。猪猪只是假装的姐姐，根本不懂，他怕泰人怀疑自己，测试他的真假。猪猪就找借口说要培训溜了。他悄悄跑医院，把问题全丢给心理医生。
想照葫芦画瓢回复泰人。忙完正准备离开医院，正好被送餐来的好友杨子撞见。杨子担心他因债务而心理受挫来的医院，于是偷偷跟着猪猪，结果发现他住高档小区。满肚子疑问的杨子忍不住了，跳出来问猪猪是不是这儿做保姆。猪猪怕身份暴露，急忙拉走杨子。两闺蜜难得喝了场痛快酒，猪猪把近况如实全告诉了杨子。杨子超羡慕，脑海里尽是和偶像团体一起住的幻想。幸好这位姐妹还挺自觉，幻想完了就开始给猪猪出招。她提议猪猪用代劳旅游团的招数来哄泰人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一个敢教，一个敢学。在杨子的支持下，猪猪鼓起了勇气。深夜，心神不宁的泰人作曲时老是碰壁，他想去找猪猪，希望能擦出新火花。正当泰人要开门时，猪猪以为门没关严，过去想帮他关好。两人展开一场拉锯战，结果力大的泰人猛然一用力，直接将猪猪抱进了怀里。猪猪知道泰人坚持要开着门睡，误以为是要监控自己，顿感心烦。这女孩迟早得把我吓个半死。泰人和猪猪之间的情感慢慢升温，阿正也开始行动了。第二天，他担心猪猪吃不惯国内菜，亲自做了份美式早饭给猪猪，晚上还请猪猪去吃地道的美国菜。不像兄姐们深陷情感纠葛，最小的炸炸碰上了更大的难题。他手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了，但报告说炸炸手没事，医生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。练习时心事重重的炸炸被猪猪发现，猪猪注意到了他手的异常。炸炸跟猪猪这心理医生聊起了烦恼，他说自己无法直面长久以来的心魔。大咧咧的猪猪没听懂他的意思，告诉炸炸不是每个难题都得直面，撑不下去就找机会避避。炸炸默默决定了。猪猪正送炸炸走，几个金泰人的家伙纠缠着要去沙漠放松。聪明的猪猪直接带着泰人到了海边。以前说指鹿为马，今天猪猪搞了个把沙滩当沙漠，解释是因为都带沙字，泰人不乐意了。这逻辑拿沙和尚、沙宝亮、沙溢带来不是也行？沙滩上闲逛时，他俩聊起了小时候和家里人。猪猪扮成猪姐，提到了一个境遇不好的妹子，话里带着自讽。泰人觉得猪猪太严厉，这么久没和妹妹联系，就别轻易评断妹妹的成败。这让猪猪感觉好点了，不只是泰人替他说话，还是被泰人启发，想到自己跟姐姐久不联系，不太了解，可能姐姐对他这样也有难处。后来俩人坐着看着日落，泰人望着被晚霞染红的猪猪，心里直打鼓，周围的世界仿佛都只剩下他。泰人的情绪正要溢出来呢，就被阿正的电话打断了。猪猪这才想起和阿正的晚餐约定，他还没跟阿正解释几句，泰人就切断了通话。那个醋劲十足的家伙提醒猪猪要集中精力照顾病患。可怜的阿正约会落空，无人问津，满脸失意。第二天，猪猪因为吹海风感冒了，这是彻底激怒了阿正。他一直觉得泰人太任性了，猪猪忙着照顾他，累得不行。男团遭遇空前危机，炸炸那边也麻烦不断。得知要和仇人阿勋共同主持，他脸色大变。主持时接连出岔子，结束后，阿勋发给炸炸的视频震惊了他。视频里他动手打了阿勋，更坏的事情还在后面。网上现在都是批评炸炸主持出错的声音，但炸炸死活不愿意道歉，还告诉大家他决定退团。泰人问原因时，炸炸一言不发。泰人心里不想放手，但他一向大男人，不擅长留人，不会劝人的他只能眼看炸炸走了。猪猪劝炸炸也没用，觉得自己之前说的话可能让他更坚决了。猪猪急忙找泰人，想一起劝炸炸留下，结果恰巧遇上泰人正因为队友们议论纷纷而发火，他还说别挽留决心离开的人。猪猪听后责怪泰人根本不在乎队友，暧昧期的他们因此闹得不愉快。第二天，猪猪和阿正去了炸炸常去的跆拳道馆。阿正在门口看到炸炸的鞋子，就知道他肯定躲在熟悉的跆拳道馆里，心里踏实了。阿正跟猪猪商量后，两人决定先让炸炸冷静一段时间。晚上，炸炸重看团队的旧演出视频，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。他对团队真的很投入，因为有苦衷被迫离开，心里肯定不舍。同时，泰人也在看视频，看到视频里炸炸的反常。泰人记得炸炸在遇到阿勋后变得奇怪，还记得别的同伴说过他们俩高中就同校，不免怀疑问题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。猪猪路过，看见泰人在看炸炸的视频，才明白泰人心里也有不舍。所以猪猪告诉泰人，炸炸现在在跆拳道社，
鼓励他作为队长把炸炸带回。泰人没立刻这么做，而是按他的方法去拯救炸炸。第二天，泰人先找阿勋，了解到炸炸曾经打过阿勋。阿勋拿出视频作证，泰人知道炸炸不是那样的，然后去找炸炸问个明白。老大的信任让炸炸终于讲了过去的事情。当年炸炸因为阿勋没进他市的经纪公司，从那以后阿勋就开始找炸炸的茬，特别是提到炸炸的妈妈最触动他的底线。炸炸实在忍无可忍，就打了阿勋一顿。但阿勋人多力量大，炸炸吃了亏，这是给炸炸留下很深的心理阴影。泰人之前看的视频其实是阿勋断章取义剪辑的。不久，真相就在团员间传开了，大家都为炸炸的不幸遭遇感到难过，大家都祝他克服长久以来的噩梦。伙伴们相信给了炸炸力量，他把阿勋叫到老学校，默茨要求对方道歉。阿勋以为没人信炸炸的空话，阿勋意想不到，早前泰人已花大钱搞到当年的完整影片，给了炸炸助他洗清冤屈。眼见真相大白，阿勋气急败坏，想要动粗夺回那视频。炸炸已经进化成最强形态，不把对手放在眼里，直接一个过肩摔把讨厌鬼阿勋 KO 了。大家把事情解决后，就在院子里开心喝酒。喝了几轮后，猪猪忍不住夸阿正能喝。泰人一听不乐意，非要跟阿正比喝酒，但没人注意到李信默默离开了。这时李姐在看跟李信甜蜜的视频，恋人却不能在一起，李姐心里五味杂陈。回到家，发现李信已经在门口等她很久了。趁着最近，李信毫不遮掩地对李姐示爱，一把拉过来亲了一大口。李姐也完全被这臭弟弟的爱意吸引，热情回吻。在这个充满暧昧的夜晚，泰人也不愿示弱，他趁着和猪猪单独的机会，醉态中向他要了个摸头杀。摸完头不算，泰人还抓住猪猪的手，深情地说：“宝，感到寂寞，陪陪我。”这对暧昧的男女对视，眼神交汇，迸发出火热的火花。上回所述，泰人趁酒意向猪猪表达了爱意。阿正目睹了这一切，马上动手带走烂醉的泰人，不让别人抢走心上人，只留下清醒的猪猪，心慌意乱。第二天，猪猪陪泰人去冰场拍摄，面对工作人员的欺负，正当猪猪无助道歉时，泰人如救世主般出现，救了他。拍完后，泰人把冰场包下来，为没滑过冰的猪猪开启滑冰的快乐。猪猪意外他随口的话，泰人都记心上，内心的暖意慢慢浓了起来。男团决定在家开视频音乐会，排进了日程。为免拍摄人员察觉家里住着女生，猪猪打算先搬去好友家住。阿正问猪猪接下来住哪时，猪猪随便一指，模糊地指了旁边的酒店，敷衍了。最近阿正明显感觉泰人跟猪猪关系越来越近，想要抢先一步，阿正找到了猪猪暂时住的那家酒店。他一挂电话就碰上了猪猪的双胞胎姐姐猪姐。很不巧，这姐姐最近也刚刚回国，正住在猪猪随口一指的那个酒店。猪猪一接阿正电话就急匆匆跑到酒店。阿正决定压下心中的疑惑，想悄悄弄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。第二天，泰人和同事妮娜国外出差归来，叫上熟识的男团成员们去海边放松。晚上大家一起吃火锅，他们还没长大的样子闹着玩，不小心把热锅推给猪猪。泰人反应快，救了猪猪，为心上人出了一身窘态。然后妮娜找到了泰人，这个女孩明显看出泰人对猪猪难以掩饰的情感，在鼓励下，泰人见挖掘到自己的真感情，于是鼓足勇气约猪猪出来，为他演奏了那首写给他的歌。这次泰人清醒地表白了，然后和猪猪深情亲吻。猪猪措手不及，推开泰人就跑了。他怕自己假扮心理医生的事暴露后，泰人的喜欢也跟着消失。之后猪猪刻意避开泰人，泰人没想到就这么直接挑明了住帐篷的事。猪猪担心泰人知道他假身份真相会伤心，就赶紧切断纠葛，就故意说泰人性格太奇怪，接受不了。泰人却没轻易放手，想在合约结束前改变猪猪的想法。看合约时，他偶然发现猪猪生日快到了，就暗中给他准备生日惊喜。泰人录了一段他创作的音乐，存进 U 盘，做成了一个特别的吊坠。猪猪生日那天，泰人带他去海边餐厅庆祝。掏出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再度肺腑之言。心怀忐忑的猪猪想要坦诚相对，还没开口，经纪人的电话突然响起。男团成员李信出了事。之前他上李姐节目时，俩人热恋的新闻被曝光了。如今公司楼下已被闻风而动的媒体包围，公司人本打算悄悄带李信溜走，但李信不愿让爱人孤身面对狼群般的记者，拉着李姐从公司一起逃了出去。李信打算把恋情公开，李姐真心想着他的好，
不想拖累男友的事业。李姐感到最近的流言蜚语，决定默默做个决定。她带着李信去了植物园，天还早，园里没人。他们平时得偷偷摸摸，因为身份问题。今天他们终于能像普通恋人一样，不用太担心，享受两人时光。这是李姐给的分手礼，为了不拖累李信，选择了离开。李信留她不住，只剩悲伤背影。李姐找媒体否认和李信恋情，绯闻让他俩的关系画上了等号。同时，公司派肥猫去找猪猪。最近李信绯闻吵得人尽皆知，公司担心猪猪在宿舍再添闲话，加上最近泰人的病情转好，肥猫建议猪猪先搬走。失忆的猪猪正打算打包，没想到债主跟来了。关键时刻，阿正赶到，帮他摆脱债主。阿正调查后已经明白猪猪的底细，好心的阿正没把这事儿传出去。在他的鼓励下，猪猪决定对泰人坦白。同时，泰人正在见他的哥们阿杰。阿杰见泰人心情不佳，就给他推荐了个心理医生。泰人一看，医生竟是猪猪的双胞胎姐姐，知道猪姐才是正牌心理医生，觉得自己被骗了。泰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冲回宿舍，揭露了猪猪一直的谎言。如果猪猪能早点说，可能一切都不同了。现在泰人不想听解释，决定和猪猪断绝关系。与此同时，阿杰的经历深深打动了猪姐。小时候阿杰被收养去了美国，后来他妈妈想见面，但阿杰因为被抛弃不愿见。过了很久，阿杰想见见妈，发现妈妈得了老年痴呆，记不得他了。阿杰知道还有个双胞胎妹妹。经历过离别的阿杰告诉猪姐要珍惜亲人，别等失去了后悔。感慨万分的猪姐回到童年家中，希望能见到妹妹，却惊知妹妹不但没能买回老宅，反而被骗，欠下了一大笔高利贷。猪姐急忙联系猪猪，为之前的冷淡说了抱歉。姐妹俩多年心结终于解开了。猪姐得知猪猪假扮她的事，免得妹妹被告，猪姐急忙向泰人认错，还愿为泰人治疗作为补偿。泰人没接受猪姐，他受不了面对长得跟心爱之人一样的医生。后来泰人知道猪猪为还巨款高利贷才签合同，可猪猪没拿走报酬。他见懂猪猪自责满满，刚好泰人遇到猪猪姐被债主找错，他立刻帮忙说要帮猪猪还债。夜里泰人因过多纠结睡不好，他梦游了，似乎看到猪猪，下意识向他走去。同时猪猪听姐姐说泰人帮还了大笔债，猪猪便打车去找泰人，意外邂逅一位神秘女子，他把梦游的泰人带走了。猪猪发现有异，马上吩咐司机追上。猪猪追踪到郊外的一所房子，他打电话给阿正，发位置和泰人的状况求助。接着他独自潜入房内。此时泰人醒来，揭露神秘女子真面目。原来他是个痴迷的偶像追随者，因喜欢泰人，他潜入公司，知道泰人梦游后，小粉丝就一直守候。这次终于抓住机会，想独占泰人。后来阿正他们纷纷赶来，小粉丝已疯狂到极点，心想不得手就毁了他，准备加害泰人。多亏猪猪及时出手救了人，凭借主角光环，猪猪也安然无恙。泰人责怪他大意，猪猪不经意透露心声，就喜欢的人是本能反应啊。猪猪坦白话让泰人露出满意的笑。可惜的是，剧情却进入了告别阶段。猪猪康复后，决定跟姐姐去美国深造心理学，来帮助那些心理受了伤的人。泰人有点失落，但还是支持猪猪的决定，并且强调要一直等他回来。猪猪在美国的时候，男团的其他人也在快速进步，他们创作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歌。泰人当初是因为父亲才选择了音乐这条路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。恋情没开始就结束的阿正把精力放在了事业上，开了个音乐工作室。乍乍遇到了让自己动心的女孩，决定勇敢追求爱情。李信和李姐都在努力变得更好，为了在更高层次上见到对方，花花开始尝试喜欢的戏剧演出，朝着成为优秀表演者的目标前进。几年后，猪猪回到了韩国，在心理学领域有了一些成就，还在国内找到了实习机会。他在网上看到10家的租赁信息，决定要把它租下。他没想到房东竟是泰人，他已经买下了这房子。看着眼前牵肠挂肚的人，两人都幸福的笑了。